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Nina Wen， 我是 Nina。我今天要来教大家抗老提拉的按摩手法。先看一下我的脸，我脸上的缺点是这个地方。其实我也没有到很老啦，因为我一直很介意我自己这个地方，所以我都会比较加强这边。然后在家里面做居家保养的时候，就会顺便按摩一下脸。我觉得各位女生，我建议你们先用比较自然的方式保养自己。如果每天花5分钟在按脸部或是你其他地方的线条，你可以很省荷包，可以延后你进到医美的时间。例如说，你可能本来28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做一些外力的保养，但是你如果有做这个按摩动作的话，可能可以延后很多。然后这个按摩其实不是只限于女生，男生也可以，男生也要帅一下吧。你知道男生这个地方线条清楚的时候很帅。好，我平时习惯用的是这一片爱心形状的，这个是水晶，然后它这边的这个角度，还有这个顶点，还有这个侧边线条，我觉得它蛮综合使用的一些部位这样。那我会讲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影片是要让大家5分钟内可以做到这个效果，不然其实用手法去做的话，可以做到更细部的动作。可是今天就是要快速比较省力的方式，就是这个板子。那上次克兰斯那一集，我有跟大家说我要分享这个按摩的手法，然后他们家其实有很多油类的产品，其实都可以使用，有全身的，也有脸部的。那我今天一样是用这一罐克兰斯的脸部护理油。记得不管是用手部按摩或是用刮痧板按摩的时候，都一定要上油，要减少皮肤的拉扯，皮肤拉扯就会有皱纹，这件事情就无效了，不行，所以一定要上脸部护理。好，我第一个步骤就是先从下巴的线条开始，然后呢，我习惯另外一只手扶着下巴的地方，然后从这个点往上拉，速度可以慢一点，然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停一下，在耳后的地方稍微轻柔一下。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做大概5到10次。接下来是这边的线条，然后到耳朵前方，我们这边有一个肌肉，斜斜的这样子一条肌肉，就是顺着这个肌肉这样子按上去。然后现在是用刮痧板的这一面贴合皮肤，一样。你如果怕脸部拉扯，你可以有一个固定这样子，然后往上，一样的方式做提拉到你的耳朵前方，停一下，按压一下。然后轻柔，这边都有血点的。其实你这个地方也可以停一下，按压一下这边，因为我们的鼻侧跟嘴角也是有血点的。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动作，你的脸就不会垮，知道吗？每天5分钟。好，接下来是眼下，眼下这个地方这边有一圈是这样子形状的肌肉，叫眼轮匝肌。然后这个地方纹路也是这样往上跑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平均的贴合在眼下跟鼻侧的地方往上提。大家要注意一个是这块水晶不要这样放，稍微侧着45度角这样子往上提，然后不要太用力，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放在这个地方贴合。上到太阳穴，停一下，按压一下。太阳穴这个地方很舒服，平均施力哦。轻轻的侧45度角，往上到太阳穴，停一下。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其实可以多做几次。居家防疫的话，防疫出来年轻10岁。好，我眼下会再加强一个动作，就是线条跟细纹的。我会用这个点，然后这样子。按一下太阳穴，这个不是越大力越拉扯越有效哦，千万不要拉扯。
拉扯一切就毁了，轻轻的，因为刮痧板它的硬度已经够了，不需要再其他的太大力道。接下来我们的苹果肌一样，跟着它的线条走，然后到这个地方发际线的位置开始哦。这个苹果肌啊，它就是你的鼻翼跟眼下，刚好用这块板子的角度，然后扶着你的苹果肌上来之后，会经过你的颧骨，一样终点的地方停一下，轻柔。然后刚刚其实眼下我们一直有经过一个穴道，其实那个穴道眼睛疲劳人可以常常按那个穴道，那也可以常常做我现在教你的这个动作和上一个那个步骤，很有效。大家相信一下穴道这件事情，中医学是真的有根据的。苹果肌的按压一样用这边这个地方，我们这边有一个骨头嘛，放在这里。其实你看电视的时候发呆什么，你就这样把我们苹果肌的地方肌肉的位置推回去，按一下穴点，增生一下我们胶原蛋白。好，再来是眉毛的地方，这两个点都要用到，然后一样这样子沿着往上提一点点，停一下，全部都是提拉动作。接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穴点，叫攒竹穴，在我们的眉头下方一点点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刮痧板的这个角度，然后就刚好放在这里，做按压轻柔的动作。停一下，然后按压轻柔。眼睛很疲倦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按一按，会舒服很多。长时间坐电脑前的，注意一下，按个30秒。在我们按这个地方，从眉心按到发际线，一样用这个地方去做按摩，往上慢慢做，每个动作慢慢做，然后再次提醒，力道不需要太大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做大面积额头这个部分，可以从随便你一个习惯的面向开始做，往上提。我之后好像可以跟大家讲额头进阶版部分的一些细节，因为其实你现在这样子在按的时候，脸部会有一些气节比较多的人就会有那种颗粒感，在拨筋松筋的时候，就是要把那个颗粒感推掉。再来是眼部的舒压，我们现在换了一个位置哦，是这里，然后放在眼睛这个凹槽的地方，把眼睛闭上，然后往旁边。眼睛其实这样拨很舒服，洗澡的时候也可以一起这样按。这块板子根本可以随时带在身上，有时候工作累就按一按。我们开始做眼睛附近的加强，眼睛最容易看到老化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加强一下，用这个顶点的地方小小的画圈，然后眼尾画一下，鱼尾纹，知道吗？画一下。接下来要做我们颈部的动作，因为我刚刚脸提拉上去了嘛，这个地方的肌肉就是大家一起提上去，所以颈部的地方也很重要，因为眼睛跟颈部的地方是两个最显老的地方，所以这两个地方都必须做到。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只做，最好连颈部也一起做。那我现在先给大家示范，从肩膀的地方开始，放在我们的肩膀上，提上来。一样慢慢的到耳后，做这个地方很舒服。你如果肩颈比较酸的地方，可以多做几次。
那有些按摩力道需要比较大的人，这个地方力道就可以大一点，跟刚刚脸部不一样，脸部不能拉扯嘛。这边不是说就可以大力拉扯，但是条件比我们脸好一些。那我们这次用这边肩膀再一次，因为我们要把它提到这个地方来。这边的提拉其实很重要。其实头皮的按摩这样一直往后梳到下面，对我们提拉也非常重要。那提拉的手法跟消水肿和淋巴排毒的手法的方向什么，其实有一点点差异。下次跟大家示范。我们现在先讲提拉的部分。现在用这边哦，然后一样慢慢的上来，到耳下。好，再来是这个地方，然后我要做提上来的动作，用这边，不要太大力哦。刚刚肩膀还行，我们不要用到喉结，女生这个地方也是有一点气管吧，不要用在这里，就用旁边这两侧这样子。好，我现在要做后颈部，那这边的肌肉大家是一起的，然后这样往上，一样是用这个脚尖，然后这样子往上拉，往上提。因为女生也会绑马尾，或者是你会有盘发的时候吧，脖子的肌肉是一整圈的，所以你不可能前面的肌肉提拉了，然后后面的没有，因为你一定会有任何一个肌肉把你前面做的肌肉往下拉扯，所以要大家一起上去。然后动作的话，其实后脖子的地方你可以快一点点没关系，或是你要想要慢慢这样带上来也是可以。大家想要加强一下的话，其实可以做到头皮来，因为我们头皮其实也是脸部的肌肤，只是它长了头发。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梳子型的，然后这样的梳去做头皮的提拉的按摩动作。头上的气节其实也很多，顺便推的话，其实精神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是用这个嘛，这个也是可以，一样用这一侧，然后这样跟刚刚梳子的方式是一样的，一种物理性的拉皮。拉皮不是从头皮拉吗？我刚刚不是说都要多多的按头皮，然后梳头发这样子，真的有效果的。好，就这样来回几次就可以了。刚刚这个就是介绍给大家的居家抗老按摩手法。那其实我已经列了10几项各种不同功效的按摩手法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留言给我，就拍给你们。因为我还列了消水肿的，然后还有那种，因为每个人脸的对称度不太一样，有那种快速的把这边脸提上来一点那种按摩手法，或者是说淋巴的排毒、气色啊，还是你要增加一些胶原蛋白，再更进阶的手法，我就可以在下次影片教给大家。那刚刚这个按摩手法是跟大家介绍5分钟，那如果你想要多按的话呢，其实也是可以，但是我真的还是建议每天花一点时间按就好了。然后你如果真的想多花一点时间，那我们就来一起按进阶版的，会让这件事情更有效。那更深层的手法，我会除了这个按摩板以外，我会再加手部一些动作，一些细部的穴点按摩跟一些其他的技巧这样子。刚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5分钟按摩手法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谢谢你来问，拜拜。